嗨，大家好，今天我們要講一個真實發生的詭異事件。在南極的絕境裡，三個人在體力幾乎到達絕境的時候，同時看到了在同行隊伍中不該出現的第四個人。1916年5月，南極洲南喬治亞島的冰原上，三個人已經走了36小時不眠不休，他們餓得發昏，冷得骨頭發疼，眼看就要撐不下去的時候，每個人都清楚地感覺到身邊好像多了一個人。那其他的人也沒有質疑，自己也默許了他的存在。這個第四個人不說話，卻在最關鍵的時刻引導他們繼續往前走，似乎在用行動告訴他們不要停，不能放棄希望，別在這裡休息，跟着有月光的那條路。如果沒有他的指引，他們很可能在像是霧氣的風雪裡迷失方向，或者在絕望的瞬間選擇停下來，結果很有可能凍死在山坡上。而且類似的現象不止發生過這一次，有登山者的遇險遭遇，911生還者的回憶記錄，還有1戰2戰時候的天使降臨目擊事件，我們在下面也都會展開敘述。那為什麼在很多的絕境裡，人們會感覺到有個同伴在身邊，而且這個同伴不像是被動的陪伴，而是主動的推着他們繼續活下去？如果說一個人的經歷呢，有可能是幻觉，那3個人同時被同一個無聲的指引者帶着走，又是什麼原因呢？是人類內心的潛在本能，還是真的有外界智慧意識的引導？那今天我們就一起來聊絕境中的神秘施救者。嗨，大家好，我是李羅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請您幫我點讚訂閱這個小頻道。2年了，實在沒什麼流量，請大家幫個忙。那我們故事從頭開始。1914年，歐內斯特·沙克爾頓帶領毅力號想橫穿南極，但途中遇到了問題，他們的船被冰面壓碎了。27名船員飄到了大象島，島上的食物很快就吃光了。風暴不斷的冬天馬上就要來了，所以他們必須有人出去尋找救援。沙克爾頓決定帶5個人乘坐一艘小鯨艇詹姆斯·凱爾德號，橫渡800英里的狂暴海域到南喬治亞島。航海家弗蘭克·沃斯利負責導航，強壯的湯姆·克里恩自告奮勇同行。克里恩說 ：“Boss， 我們一起走，留在這裡也只有等死。”沙克爾頓點頭同意，那就我們幾個，去太多人反而風險更大。16天後，他們在1916年5月10日登上南喬治亞島南岸的金哈康灣，把另外3人留在那裡後，沙克爾頓、沃斯利、克里恩3人決定步行穿越島嶼，到北岸的斯特羅姆內斯捕鯨站尋求救援。他們沒有地圖，沒有帳篷，沒有睡袋，只帶了少量的食物。5月19日凌晨3點，他們出發了。他們首先面臨的問題是需要爬陡峭的冰坡。沙克爾頓用斧頭砍出台階，沃斯利和克里恩拉住保險繩保護。風刮在臉上像刀子一樣，雪打在眼睛上，完全睜不開。克里恩喘着粗氣說 ：“Boss， 這坡太陡了。”沙克爾頓說：“咱們再砍幾步就能到頂了，我們走過更糟的路。”等爬到山脊之後呢，前面的景象也並沒有讓他們生出希望。他們發现前面是懸崖絕壁，霧氣從西邊滾滾而來，必須在天黑之前下到山谷，否則夜裡肯定會被凍死。但是前面沒有路，體力也即將耗盡，天馬上就要黑了，他們幾乎要停下來商量的時候，沙克尔頓後來回想說，在那個時候他的心裡忽然出現了一個強烈的感覺，或者說是更像一個聲音，那個聲音就告訴他不能停，必須馬上下山。他說那不像是自己的心聲，他能明顯的感觉到像是有人在他的耳邊低語，往前走，別在這裡猶豫。他沒有多想，馬上就對2個人喊，我們繞過去，不能停在這裡。他的決定是对的，下午風雪越來越濃，幾乎看不清前路。就在他們快要失去方向的時候，西方忽然升起了銀色的光，是月亮升起来了，它照出了一條發光的雪路。那3個人呢，就索性用月光作為方向的坐標，朝着月光的方向前行。沙克爾頓在前面走，沃斯利和克里恩跟在身後，3个人就跟着月光一路往前。午夜时分，他們又爬到了高處，軟雪深陷，每一步都像踩在了碎玻璃上，衣服濕透結冰，身體抖得厲害，幾乎到達了3個人的體力極限。克里恩腿軟了，喘着氣說 ：“Boss， 我真的走不動了，要不然咱們在這兒歇一會兒吧。”沙克爾頓剛想張嘴同意他的建議，突然感覺到身後的同伴穩定的腳步聲，他沒有催促其他2個人，也沒有停下來，卻讓他們心裡清晰了一個念頭：現在不能停，一停下來就很危險。他轉頭對克里恩說：“再走一段夥計，我們還能走。”那大家注意一下，這時候同行人之中呢，沙克爾頓在鼓勵同伴繼續前行，沃斯利跟在沙克爾頓的身後，克里恩剛剛從要停下來休息的疲憊中掙扎起來。
剛剛身後這個穩定繼續往前走的腳步聲，並不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這是他們經歷的第一次同時感覺到身邊出现第4個同伴的感受。後來在回憶起來的時候啊，他們說在那一刻他們都以為是他们3個人中的另外一個人在帶領着他們繼續往前走的節奏，那種感覺就像隊伍中有一個人牽着無形的繩子，輕輕地拉着他們前行。那這裡讓人百思不得解的是，在最想停下來的時候，到底是什麼東西在告訴他們不能停？如果当时真的停了，他們會怎麼樣？下邊的經歷呢，是最驚險的一段行程。有一段路，他們要從幾乎垂直的陡坡滑下去。沃斯利把繩子捲成3個厚墊子，3個人坐在上面互相抱着往下滑。风声呼啸，速度越來越快，就像是從天上掉下来。克林恩大喊：“天哪，我們會摔死的！”沃斯利驚恐地喊道：“太快了，別撒手！”沙克爾頓這時候從一開始的懷疑到現在心裡清楚地感覺到，那個第4個人又出現了，而且就在他們的身邊，是和他們並肩面對惡劣天氣的同伴。那個人堅定的就像一把無聲的矛，所以沙克爾頓大聲地喊道：“大家千萬別鬆手，這樣滑肯定是安全的，我們繼續往前。”3個人抱在一起，大喊着滑到了山谷的谷底，躺在雪地上喘着氣，卻都笑了。他們慶幸自己的幸運，也慶幸有彼此的陪伴。他們繼續前行，36個小時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往前熬，身體已經開始麻木，意識開始飄忽。沙克爾頓能夠清楚地感覺到身邊第4個同伴的存在。每當他們快要迷失在白茫茫的雪地裡，他就讓他们知道該往哪邊走。每當克里恩和沃斯利脚步慢下來，他就讓他們多一份必須往前走的力量。沙克爾頓後來回憶說，如果當時沒有這個感覺陪伴的話，他們很可能在雪霧裡選錯方向，或者是在某個山坡上坐下來休息，結果很有可能再也起不來。那為什麼這個感覺總在最需要的時候出現？它到底是腦子自己產生的幻覺，還是在那種環境下某種東西真的在引導他們？終於在5月20號下午，他們到達了斯特羅姆內斯補給站。3個男人就像從地獄裡爬出來的稻草人，渾身濕透，極度疲憊。補給站的人看到他們十分的震驚，立刻給他們提供熱湯和幫助。救援行動也很快就組織了起來。那這個故事到這裡還沒有結束。幾周後，在船上休息的時候，沃斯利找到沙克爾頓，聲音有些猶豫。他說 ：“Boss， 我總有個奇怪的感覺，在那段路上，我總感覺我們不只是3個人，而是有4個人。那個第4個人一直陪着我們，在我們快要停下的時候，就催着我們繼續往前走。”沙克爾頓沉默片刻之後，慢慢點頭說：“我也一樣。我以為那時候是在絕境中的幻覺，他讓我知道不能停，該往哪兒走。我當時沒有說，也是怕你們覺得我瘋了。”他們又叫來了克里恩，後來也承認了有同樣的感受。那個無聲的指引都在每次最關鍵的時刻出現。但沃斯利還說了一段更奇怪的經歷，他低聲補充說：“有時候我覺得不只是多了一個人而已，而是好像我自己站在稍遠一點的地方，看着我們3個人在雪地裡艱難地往前走。我看到你、克里恩還有我自己相互拉扯着，喘着氣，一步一步艱難地前行。我好像是一個旁觀者，跟在後面看着我們3個，卻又知道自己也在3個人之中。那種感覺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極端的環境帶來的幻覺，好像我既是參與者，又在外面看着這一切發生。”沙克爾頓和克里恩對視了一眼，誰都沒有再繼續這個話題。為什麼他們3個感受到的第4個人有點不一樣？一個人覺得是無聲的指引者，指引他們往前走；另一個人卻覺得自己像是一個旁觀者，看着自己的隊伍掙扎着前行。那這能說明什麼呢？首先說，資料裡沒有提及任何非自然現象或者是其他的疑似經歷，所以我們把故事內容串聯起来，就故事本身進行分析。在沙克爾顿3個人所處的環境裡，通常人類在極度的寒冷、飢餓、長時間不眠、身體的意識和邊界都被打破的環境之下，人的感知會發生一些奇妙的變化，意識會鬆動，自我和外界的界限會變得模糊。我們通常一概地稱呼它為幻覺。在這個時候，人的大腦會生成一個並非自我的第3人，你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短暫的精神分裂，但又不完全相同。這種經歷和感受在歷史的事件中出現的概率也並不少見，它可能是陪伴，也可能是一種指引。在最危險的時刻，它告訴人往前走，別停，保持清醒。1985年的時候，英國登山者喬·辛普森在秘魯的希拉格兰德峰西壁坠入冰裂谷，腿部粉碎性骨折，被同伴誤判為已經坠崖身亡，而獨自離去。接下來的3天，他在極度疼痛、脫水和意識遊離中獨自爬行穿越冰川。
之所以能夠這麼堅強地堅持着，就是因為他聽到了一個清晰、堅定且有指揮性的聲音，告訴他繼續走，別停下，精確地指引他每一步的行動，最終讓他奇蹟般地爬回了營地。1933年，英國登山家弗蘭克·斯麥斯在無氧狀態下獨自攀登珠峰到達極高的海拔時，身體幾乎失溫。他強烈地感覺到有一個同伴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邊，那個人的存在如此的真實，以至於他在休息的时候掰開自己珍貴的肯德尔薄荷糖餅，分出一半轉身遞給他，直到轉身才發現身邊空無一人。2001年9月11日，世貿中心最後倒塌之前，多名被困在浓烟和废墟中的幸存者描述着同樣的经历。罗恩·迪弗朗切斯科说，他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人或者是一种声音在引導他們選擇正確的通道，轉向安全的方向。那個同伴在他們幾乎失去方向和希望的時候出現，幫助他們做出關鍵的決定，並最終逃生。當然，這些經歷的確是可以找到記錄，但是內容的真假還請大家自行判斷。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大多數人在絕境的時候都會產生幻覺，但只有幸存下來的人能夠敘述自己的經歷。早期的人類在荒野、黑夜、疾病邊緣反覆遭遇這種感受，他們把它講給部落聽，變成故事和儀式。這可能就是最早的宗教這個概念形成的種子，也是它起源的一種假說。因為涉及到敏感的話題，我們就不去展開談它的自洽程度。如果以這種說法解釋的話，信仰這種東西可能就不是誰發明出來的，而是人在絕境中真實遭遇到的。沙克爾頓三人同時感受到，是因為他們共享了完全相同的極端條件，環境把他們的意識調到了相近的頻道，所以都出現了他者的感覺，只是每個人的感知方式略有不同。沙克爾頓和克林恩更多的感受是受到指引的力量，沃斯利則在極度的疲勞中產生了輕微的旁觀者視角。這可能不是單純的幻覺，而是人類意識在高壓環境下的一種古老的生存反應。它幫助人在幾乎絕境的情況下點燃希望的火種，保持繼續前行的信心。在今天這個舒適的世界裡，這種直接強烈的內心遭遇已經很少了。所以有些人通過修行、獨處、苦行，故意制造類似的極端環境，來重新觸碰那種被指引的感覺。洛斯利的那段作為旁觀者看着自己和同伴前行的感受，又讓一切變得更加神秘。他像是在說，在那種狀態下，人既是參與者，又能暫時跳出來看着掙扎的自己，自己是受到指引的人，但也可能是指引着大家繼續前行的那一個。所有上面我們說的這種他者在場感，它不像只是一種無聲的陪伴，在人們意識徹底鬆動的時刻，能夠輕輕地推着人們繼續往前走，別停下。早期人類在荒野的生死邊緣反覆遭遇內心的這種感受，於是用故事和儀式把它記住傳遞下去，形成了信仰最初的火種。然而後來的文明讓這種極端的遭遇變得越來越少時，人們又通過修行和儀式試圖重新打開那條和上天溝通的通道。最後希望我們在各自的旅途中，無論多艱難，都能在內心的深處找到那個無聲卻能堅定地告訴自己繼續往前走的存在，伴我們成為更優秀的自己。那我是李羅克，這裡是小李碎碎念，請幫我點讚訂閱這個小頻道，或者留言告訴我關於信仰的起源你是怎麼看的。今天因為篇幅較小的原因，理論性的內容討論的比較少，如果感興趣的話，歡迎在評論區裡一起討論。最後感謝 CJ 帆船粉絲給我提供的投稿，能一起討論宗教生態的認知轉換模型，我們一拍即合，才讓這期節目變得更加有趣。投稿中的很多內容都沒有說到，如果大家感興趣可以看看原文，我想辦法把它弄一個鏈接放在下面，同時附上了頻道的投稿郵箱，歡迎大家來稿，隨時說說你感興趣的話題。那我們下期再見。